I don't regard Utah as being unfriendly to the idea of utilities being treated fairly. Charlie? Charlie, I'm so used to I had actually checked myself a couple times already, but I'll slip again. 欢迎收看投资应总经。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在5月4号举办了年度股东大会。这次巴菲特一样花了大约5个小时的时间，亲自回应股东们的问题。相信投资人一定都很好奇，在股神的谈话内容当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重点。因此，今天这集就让我们来聊聊2024年波克夏股东会的5大重点。大家可能还记得巴菲特的事业伙伴波克夏前副董事长查理·蒙格在去年11月过世了。以往在波克夏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和蒙格一搭一唱，总是逗得台下的股东们哈哈大笑，还可以从他们的对话当中获得不少投资启示。但巴菲特显然还不习惯没有蒙格陪伴的股东会，在这次的会议上，甚至把坐在他旁边的波克夏副董事长阿贝尔叫成蒙格。而这段小插曲也被巴龙周刊的报道形容是波克夏股东会上一个令人动容的时刻。虽然这次没有蒙格帮忙一起回答股东的问题，但巴菲特照样有问必答。整体来看，在这场股东会中，巴菲特的谈话可以整理成以下5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波克夏的现金水位再创新高，代表理想的投资标的不好找。波克夏在这次股东会上发布了今年第1季的财报，内容显示，由于保险业务表现不错，让波克夏的营业利益来到1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9%， 但现金水位却增加到1890亿美元，再创新高。巴菲特估计，到第2季结束，波克夏的现金水位会进一步扩增到2000亿美元。他也强调，波克夏很乐意花这些现金，但除非这些钱能够买到风险小、获利高的投资标的，否则他们不会花这些现金。美国媒体 CNBC 解读，波克夏的现金水位再创新高，代表巴菲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因此波克夏宁可把大笔现金投资在美国公债上，用来获得固定收益，也不愿意去做新的投资。巴菲特强调，挑选投资标的这件事就好像打棒球一样，我只对自己喜欢的好球挥棒。第2个重点，波克夏第1季减少了大约 13% 的苹果持股，但这不代表巴菲特对苹果这间公司的看法有所改变。从波克夏财报内容可看出，波克夏持有价值1354亿美元的苹果股票，大约是 7.9 亿股。但跟之前的持股相比，大概减少了 13% 的持股，这也是波克夏连续第2个季度减码苹果股份。不过，苹果依然是波克夏最大的持股部位。波克夏减少苹果持股，让外界联想到苹果上一季的产品销售表现不太好，例如 iPhone 的销售额就比去年同期衰退了 10%。是不是因为这样才让股神决定减持苹果股份呢？对于这个情况，巴菲特也提出了解释。他说，减持苹果股份不是根据他对公司长期看法的判断，而是基于投资获利的税务考量，因为税率可能会提高。也就是说，他对苹果这家公司的看法并没有改变，纯粹只是因为不想被课太重的资本利得税，所以减持苹果的股份。巴菲特强调，苹果依然很有可能是波克夏最大的持股部位。除了苹果之外，波克夏也会继续持有美国运通、可口可乐这些公司的股份，而且他认为苹果是一家比美国运通和可口可乐更棒的企业。不过，对于波克夏出清派拉蒙股份这件事情，巴菲特很干脆地认错。It was 100% my decision. 他说，这100%是他个人的决定。波克夏认赔出清，把派拉蒙的股票全卖了，也因此损失了一大笔钱。在分享另外3个重点之前，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2024年是财讯50周年，始终不变的是对台湾价值的认同与坚持。如果您也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
第3个重点，巴菲特担心人工智慧诈骗，还把人工智慧类比为核子武器。巴菲特很坦白地向股东们说，他对人工智慧几乎是一无所知，但他最近看到一支以人工智慧生成巴菲特为主题的影片，发现人工智慧生成的影像非常逼真，让他对这项科技发展感到很紧张。巴菲特表示，如果他对投资诈骗事业感兴趣的话，人工智慧诈骗恐怕会变成一个最大的成长产业。巴菲特还将人工智慧类比为核子武器，因为他认为人工智慧拥有创造巨大变革的潜力。巴菲特形容，当初人类开发核子武器，就像把瓶中精灵释放出来一样，让这只精灵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而这只精灵的力量也让他感到很害怕，而且他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把这只精灵放回瓶子里。现在人工智慧的发展就类似这种情形。第4个重点，波克夏的主要投资市场还是在美国。至于海外投资，巴菲特暗示可能在加拿大。当被股东问到波克夏会不会增加海外投资，尤其是对中国的投资时，巴菲特明确回答，波克夏的主要投资市场一直以来都在美国。他也认为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这几年的表现不错，但是比起联准会的政策，他更关心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现象。由于波克夏对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丸红以及伊藤忠商事这5间日本企业的投资有不错的获利表现，因此外界十分好奇巴菲特会不会继续物色海外投资标的。对于这个问题，巴菲特只暗示他有在考虑加拿大，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投资标的或投资方式。其实过去巴菲特就曾经对加拿大企业进行投资。2017年的时候，波克夏用1.5亿美元收购经营不善的加拿大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家庭资本集团将近20%的股份，而且之后还陆续加码持股到38%以上。至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再生能源领域，巴菲特似乎还在观望，因为他认为再生能源的开发还需要花上一段时间，可能无法在短期内看到成果。巴菲特也打了个比方，他说，你不可能借由让9个女人怀孕，在1个月内创造出新生儿。第5个重点，巴菲特钦点波克夏副董事长阿贝尔当接班人，强调就算哪天他不在了，公司股价照样会上涨。今年8月底，巴菲特就要满94岁了。如果哪一天巴菲特不再掌管波克夏的时候，阿贝尔将拥有投资决策的最终决定权。巴菲特对波克夏的营运非常有信心，而且不避讳谈论生死问题。巴菲特强调，就算他走了，隔天波克夏的股价照样会上涨。巴菲特也告诉股东们，过不了多久就能看到新一代的管理阶层如何经营波克夏。巴菲特还开了个玩笑，说自己不应该和某些人一样，在没办法确定自己4年后会在哪里的情况下，签署一份为期4年的雇佣合约。有些媒体解读，巴菲特讲的这段话是在消遣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将再度与拜登对决的川普。在股东大会问答环节结束的时候，巴菲特笑着对现场参与者说 But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for coming. And I not only hope that you come next year, but I hope I come next year. Thank you. 财讯粉丝团们，假如您是满手现金的巴菲特，您认为最棒的投资机会在哪里呢？ A. 增加持有苹果股份。 B. 听马斯克的建议买特斯拉股票。 C. 加码日本5大商社。 D. 买回台积电股票。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